这些袋子里的尸体都腐烂了。这些古人为什么要把这些尸体吊起来？你看这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把尸体吊下来，收集这些尸液，来滋养这些植物。明代的航海图，怪不得这些尸体都烂成那样，可能是那个时候船员的。这些尸袋应该也是他们吊上去的。这上面还记录了一件怪事儿，是当时这艘船出海的时候，船员突然开始离奇死亡，死状都是浑身红疹溃烂而死。随着越来越多人死去，整艘船陷入了恐慌。怎么了，三叔？这船被水鬼缠上了，水鬼来了，被你们沉入海底的人会困在海上，无法归乡，所以他们化作厉鬼回到船上找我们索命啊！三叔如何是好啊？把尸身都吊起来，把厉鬼困在尸身之内，靠了岸，怕他们好说厚葬。切记，尸身的脚万万不可接触甲板的。这些尸身上滴出了黑水，反而加剧了灾难的演化。应该是当年船上有人中了黄昏草的毒，这些中毒的人身上沾染了黄昏草的种子，而这些人死后，种子依附他们的尸体而生。黄昏草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刚好适合船舱。慢慢的，船上的黄昏草爆发了，才会导致了全船人的悲剧。这些黑色的尸液里绝对有黄昏草的种子，不然不会开出来这么多。这就是这艘船的精华，中毒而死的人的浓缩液。想怎么干？上面那帮孙子肯定想要这个东西，哼，这么危险的玩意儿，怎么能让他留着祸害人间？来给你们消消毒。看起来你还挺享受的啊。是吗？这么明显吗？你们几个去那边帮忙，快去！是。副官，你怎么了？这儿怎么这么乱？您下令炸开胶道，现在礁石已经炸开，有东西出来了，咱们的人伤亡惨重。你是被张海岩伤成这样的吗？谁？张海岩，就是你一生的宿敌。张海岩，始祖和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绝不能让他们夺走。就算是死，我也要把那些种子拿回来给您。有人来了。早知道刚刚补这小子一下了，失策呀！销毁所有证据，一个也别放过！
断炸开船体，靠冲击波把我们冲进海里。疯了！兄弟们，看到我了！看到了。全部炸弹一起扔过去，炸死他们！没想到火力这么猛，不知道这破人能不能顶得住啊？想回下城吗？废话，当然想。那就好。什么意思？张海龙，我不想回下城。下城我没什么牵挂，你替我回去吧。瞎仔，你能不能不要再……张海霞，你干嘛？傻仔，你疯了吗？小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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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我带你回家。那你有没有想过周围的人？你是爽了，周围的人怎么办？想回下城吗？废话，当然想。我不想回下城，下城我没什么牵挂，你替我回去吧。张海霞，你干嘛？师傅，张海龙，你画什么呢？画眉鸟，像吗？张海霞，你的眉毛又是怎么回事？啊？眉毛洗了去。哦。这是你的本相，你的本相是蛇，蛇会吞噬一切。
但这也不能怪你，还好你走了狗屎运，有张海霞在你身边，他会提醒你。铁哥们，对我好点儿。哎，救命！救命！师座，船半个月前从盘花海礁出发，今天刚刚到港。这是陈副官的亲笔信。师座敬启，漂泊10年，弟子幸不辱命，取得黄昏草的种子，完成您的嘱托。请师座务必小心海事督办府下属南部档案馆。属下在盘花海礁所遇之人，为档案馆探员张海岩。出令，黄昏草毒依然扩散，船镇士兵皆受感染，其他人已全部灭口。船上士兵断不可留，以绝后患。师座，陈副官的尸体已经僵硬，罐子取不下来。斧头干嘛用的？把手砍掉，把罐子取下来。南阳这个海事督办府下面的，叫做南部档案馆。你给我查清楚，好不好？查到之后如何处置？刚才信上说，那人叫张海岩，他姓张。张家人，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把档案馆的人全部给我找出来，不管动用什么手段。师座，我之前已经去过各处调查过了，没有找到所谓的南部档案馆，但是我们抓到了一些人，疑似档案馆的成员，有人供出了一些线索。南部档案馆是专门调查奇闻异事的机构，它的前身出自一个古老的张姓家族。那个家族非常神秘，具有超越常人的力量。档案馆的最高领导者是馆长张海奇。张海奇，盘花海礁案，师爷的预言几乎应验，最后以2名探员重伤为结局，变成悬案。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养伤的过程中，南部档案馆霸龙洲分馆突然被通知暂停事务，所有人员就地解散，各自休整。张海楼一直尝试联系总部，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馆的人都去哪儿了？怎么连师傅也没回应？岁月流转，韩华海礁案之后的3年间，南部档案馆各分部接连发生档案馆成员失踪事件。档案馆馆长张海奇一直在调查。Gantu Yasin, Yalamantu Sina. Landak, Masasi Kinata, the Dandani Ibnani Hanina, Asolanke, Wisma Gantu DISM, Hedwenaku, Unienamp. Asgid Balawata. 为什么要杀档案馆的人？你们是什么人？是谁出卖了档案馆？你不用知道，反正你也活不了。我不会让你们不清不楚的死去。还在琢磨这些东西呢？这些年我找了很多跟黄昏草相近的植物，但后来发现，黄昏草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明末的时候。这种草从根到种子全都有剧毒，我们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还琢磨它有意义吗？怎么样？总部还是没有消息吗？不仅没消息，你想都不反了。你说档案馆不会解散了吧？如果解散了，你有什么打算吗？我觉得还是得尽快回下城找到师傅。要不是因为我，你早就可以回下城了。别跟我说这话。等回到下城之后找到师傅，他那么厉害，你这腿肯定能治好。就算治不好，不还有我呢吗？我给你养老送终。我的腿呢，是治不好了。总有一天，你要自己一个人行动。我不在你身边，没人会再盯着你。大不了我辞职呗。你那么厉害，辞职可惜了。厉害有什么用？把兄弟害成这样。其实你现在明白这些道理也不算晚的，你的路还很长，
你要继续往前走了。你要说什么我听就是了。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千万要冷静，绝对不能冲动。多去想想周围的人会怎么样。知道了。对不起啊。看看这个，喜不喜欢？谢谢。看报！看报！神秘毒物大量繁殖，剧场出现多人中毒死小孩亡。500分报。看报！看报！神秘毒物大量繁殖，剧场出现多人中毒死亡。来生意了，快！你看这个，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没钱了，你买这么多报纸干什么？我不是给你捡来一堆报纸了吗？虚城突发离奇病症，形似蒲公英的，全身起大量红疹，伴有溃烂的现象，吸入后迅速死亡。黄昏草3年了，从盘花海交活下来的，除了那群军阀，就只有我们2个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查黄昏草的资料，但一直没有结果。现在他终于出现了，这帮人渣又出现了。他们到底想干嘛？当年的邪神也是从军阀那儿来的，说不定这2件事也有关联。算了，档案馆都没了，我查个屁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南洋现在的通船非常发达，每个码头每天都有上千人进出。如果真的是黄昏草，那么那些花蕊、花絮还有种子会被带到各地，它们都含有剧毒，会危及到普通百姓。虽然说很久没有发响了，但是档案馆还是有各地预警的职责。你也不想那些百姓受难吧？你要不去看看？哦，快去快回。江仔，到了，下车吧。在这等我会儿，我去
去给你拿个座儿。这怎么回事啊？放心啊，他没中毒。我专门在城外守了3天，身上消毒啊、洗澡都处理过了。这种毒你我都熟，如果要是中毒的话，3天之内肯定会出现溃烂。坐吧。张海娇，叫虾叔。虾叔，你给后辈取名字用平辈的字。师傅说了，流落海外的可以用海字辈儿，以示疏离漂泊。渴了吧？疏离漂泊。我叫张海霞，侠客的侠。他叫张海楼，楼宇的楼。小楼一夜听春雨，咸阳游侠多少年。这是一句诗吗？我让你给人家删。好。为了欢迎海娇，今天吃火锅。谢谢夏叔。谢谢虾叔。黄昏草最早就是在这3个村子同时爆发，而且这3个村子里，中毒的第1个人都是在7月的第1周搭乘从下城到巴莱的南安号。下城的新闻我查过了，没有人中了黄昏草毒，也就是说，这3个人肯定是在船上中的毒。你可以再仔细看看这3个村子的位置，刚好平均分布在虚城。我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找到这3个人，让他们携带黄昏草毒同时回到村子，这样毒草蔓延的速度就能达到最快。如果这次的事也是当年挖黄昏草的军阀所为，那他们的人很可能就在南安号上。哎，既然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南安号，要不要上船查查？什么时候再靠岸？下周。南安号是开往下城的，你如果要去查岸，就一定要查全程，到了下城再下船。南安号的船票很贵，就算是底舱单程票，我们的钱也只够买1张的，而且到时候你回来也得是1年以后了，对吗？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已经想过了。把这卖了，咱们就能买2张票一块回下城，而且还能以查案的方式回下城，绝对不算逃兵。卖档案馆，亏你想得出来啊！怎么了呢？你要不然干脆把我给卖了，好吧？大哥，这儿荒废3年了，都是身外之物，总得先替活人考虑吧。你回去查查封路为什么没有到，顺便看看师傅。如果南部档案馆没了，你就别回来了。给我发个电报，咱们就此别过。绝对不可能，说好一块回去的，我一个人回去多尴尬呀！而且钱是我们俩的，有你一份。我决定了，我不回去了。你替我回去，没必要陪我耗死在这儿。算了，
我还是先查那3个村子吧。也许你说的对，这样咱俩都不用回下城了，挺好。海龙，你的路还很长，你要继续往前走了。等回到下城之后找到师傅，他那么厉害，你这腿肯定能治好。这么快就投诚了，也不讲谁带你回来的。夏叔说，你特别想回下城，心里有想做的事儿，很不容易。他很羡慕你。所以你们就要赶我走？你不是说，你把我带回来，就是要把夏叔当亲爹伺候吗？我会照顾好夏叔的，你可以放心离开。是张海霞叫你这么说的？这也是我自己的想法呀。以后就是我跟夏叔相依为命，我们会努力做生意，等存够了钱，就来下城和你团聚。你大可以放心离去，没你死不了的。张海霞，你这样有意思吗？你没死啊？被踢出档案馆，你还有脸到这儿来？是我送你进大牢，还是你自己进去？不要轻举妄动。叫张瑞普先生，按辈分来，他还是师傅的长辈。听说你们在查黄昏草的事情，我特意来帮忙。好久不见。平民高手。还真的是平民。张先生要打要杀随你，何必奚落我们呀？我是觉得你们精神可嘉，都穷成这样了，还跟着档案馆混。哦，其实你们第一次在那个盐碱湖下出现时，我就已经查到你们了。但我觉得你们2个的素质啊，死生抓不了我，所以没把你们灭了，免得南部档案馆换了几个靠谱的来。我在虚城不得安宁。结果，负众望，你们比我预期的还要无能。其实我们上次是去查协山案的，坑你只是顺带的。哦，对了，这次的黄昏草毒案，你们了解多少？不要浪费我时间。张海老，黄昏草已经几百年没出现过了，这次虚城突然爆发黄昏草，你却能在死尸堆里活着回来。据我所知，只有接触过黄昏草的人，才有可能在体内产生生物键屏障。你是怎么接触到的？你的这位兄弟因你残疾，你照顾到现在，是不是有些疲倦了？如果有个意外，比如我帮你杀了他，
是不是你的人生就会轻松一些？既然你是档案馆的人，应该知道档案馆的规矩。南部档案馆的规矩向来是，不该说的话，即使至亲之人死在自己的面前，也不会说。你拿这个威胁我怎么成呢？人你留着吧，我告辞了。张瑞普，真是感人呐，羡慕。那我就可以逼供了。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开始往下捏碎他的脊椎骨，你晚回答1分钟，我就多捏碎一块。现在他说有感觉，7分钟之后，他除了脑袋能动，啊，不对，他应该只有脑袋能动了。You don't mess with me. You, over there. Stanford isn't safe. There's something evil out there. Mr. Warner got us digging here for months. When are we leaving? We just wait for him to find what he wants. These Oriental lands are full of ancient and mystical artifacts. Extremely valuable ones. God damn it. Hey, who are you? How the hell did you get in here? 这个女的怎么被了一堆对手啊？ I want to talk with the boss here about a deal. Miss Dong, could you repeat that, please? What do you want me to help you? I need someone to escort me back to Xiacheng. Otherwise, I will die on the way. We're just an expedition team, here to study East Nation culture and relax. We don't engage in this kind of business. Why come to the jungle to ask our expedition for help? Because I need your faces. Our faces? Yeah.
Those people can steal others' faces to approach me. Well, the faces of foreigners like you guys are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imitate. It seems the South Sea's full of strange tales. As reward,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seek. Things cannot be found here. How did you get this map? Deal. Let's get ready for boarding. 那我就可以逼供了。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开始往下捏碎他的脊椎骨。你晚回答1分钟，我就多捏碎一块。现在他手有感觉，7分钟之后，他除了脑袋能动。哦，不对，他应该只有脑袋能动了。不要！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倒是也不挣扎。平民高手就是没什么原则。这么说来，虚城的毒草确实是人为投放的。3年前我调查过，在明代失传了，而唯一发现种子的盘花海礁也已经被炸毁，所以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黄昏草的，就是3年前那些军阀。虚城的3个村子毒发后，巴莱全境15个村子陆续都有毒草出现，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所警觉，所以在各个村子安排了人手，毒源很快就被处理掉了，没有爆发。你的意思是，这次投毒是针对整个巴莱，只不过先选择了虚城？那是因为虚城离港口最近，所以先爆发了。但好在虚城4周的村子和垭口都有我的人，所以你们巴龙州才不会有事。不过我的人也折损不少，我不会让背后的人好过的。那既然张瑞普先生如此神通广大，能这么快的调查清楚我们的底细，而且还能阻止投毒，投毒的人你查清楚了吗？你们看这15个村子，正好均匀贯穿整个海岸，而虚城最先中毒的3个村子，在这里。我按照村落中毒的顺序，连接出一条线，发现其实是一条航线图，航线时间与15个村落爆发时间完全吻合。黄昏草最早就是在这3个村子同时爆发，而且这3个村子里，中毒的第1个人，都是在7月的第1周搭乘从下城到巴莱的南安号。就是这条船，南安号。虚城最开始的3个村子的中毒者，也是从南安号上下来的。这一点，也证实了我的推测。果然是南安号。哎，如果真如你们所说，黄昏草毒是军阀所为，那唯一不清楚的是，军阀的目的是什么？既然如此，你找人上南安号上调查，一探究竟不就得了？唉，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我和我的族人自从离开南部档案馆后，发过誓，不会再回下城，但得有人帮我查清楚这件事情。虽然档案馆的人经过抗毒训练，不过这次黄昏草毒非常厉害，我的人还是死了不少。但是你们接触过黄昏草却没死，所以我找到了你们。这是报酬和一张船票。3天后南安号正好从霸龙州起航，一路向下城进发。你去船上帮我查案，我来帮你照顾你的这位兄弟。如果半年内查不出个所以然来，你的这位兄弟就要成为我香蕉园的肥料了。你随时有办法弄死我们，所以你说的应该是真的。
我有一个附加条件。你说。我这个兄弟，早上起来要用鱼翅漱口，中午吃饭8菜1汤，晚饭可以清淡点，5个菜加个白粥，但是白粥里你得给我放金华火腿丁和虫草花。腿早中晚按摩3次，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害怕，你最好能跟我找3、5个姑娘陪他一块睡。你是不是一个叫张海琪的女人带大的？你跟他什么关系？你可以去问他。还有，你的这位兄弟，我只会照顾得更好。船票不是3天之后吗？船已经提前靠岸了，我这人会送你过去。好奇怪的味道啊！我会回来的。老板，他会乖乖上船查案吗？有寂寞的人，总是会解决实际问题，找机会救出朋友，而不太会遵守交易规则。他这一路上，有人会和他讲述清楚利害关系。海娇，你带了栀子花。刚刚带我出去的叔叔给的。女孩子带花好。去隔壁阿妈家玩一会儿。不，我要跟着夏叔，照顾夏叔。小朋友，我带你们去我家做客。嗯。接下来你的朋友会被带离南部档案分馆，我们会扫清那里所有的痕迹。如果你上船之后偷偷潜下船回到这里，你只能看到一个空房。当然，船上也有我们的眼线。如果你敢私自下船，电报也会打回来，到时候你的朋友会被我们割头挂肝。不要耍这些没有用的小伎俩。你走到这儿的时候，他们早就离开了，而我老板的人正在盯着你。你身边会一直有我们的耳目。如果你做了任何与查案无关的事，你的朋友就会死。下载给你们带半年的时间太长了。如果3天之内就能调查清楚，我找谁对接呢？到了船上自然就知道了。那如果我要是不幸死在那儿了，你们会放下载走吗？走。巴莱突发毒草事件已有近100人伤亡。南安号。
今天天不错啊，每天不都一样吗？长没长眼睛啊？不好意思啊。张先生，你还上不上船了？帮我转告一下张瑞普，他最好对待我兄弟，也像对我一样大方。我们也只是做事的，张瑞普先生大不大方，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还是动作快点吧。来检查一下。是吧？快快。Buddy, a moment. Oh, sorry. 漂亮。你好，张先生，您是张瑞普先生的侄子张海楼先生吗？我是专门来服务您的。哦。所以他让我查的事你都知道？当然，我会用尽一切办法协助你。你先跟我说说这艘船的情况吧。南安号在这条航线上，那可是妥妥的巨无霸。这船容量非常大，至少能容纳1500名乘客，光乘务人员就有437人。和别的船一样，它的舱位也分3等：头等舱、2等舱和3等舱。本质上来讲，头等舱和2等舱之间是可以互通的，但是3等舱就不一样了。它的活动区域比较封闭，大海会让人变得疯狂。这些人在岸上的时候规规矩矩的，到了这儿就什么都放得开了。这样不会得病吗？船上有配备船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们看。3等舱的人也知？那是当然。舱怎么写呀？我一下忘了。你之前有听说过这艘船上有黄昏草中毒的人吗？从来没听说过船上有人中毒。好，谢谢。这奇了怪，张瑞普说，黄昏草毒是从南安号上下去的，但南安号上却没有人中毒。那就有待您调查了。你在船上有没有见过军阀或者士兵穿着这样的制服的，配的都是上等的洋枪？这么多东西，这些和我要找的人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雇佣兵，在岸上的时候，他们的模样很像你形容的军阀。不过现在上了船，肯定换了便装。他们带的那些行李，里面都是冲锋枪。Move it, move it. 他们是你要找的人吗？张先生，这词稿吗？那是船东的女儿，董小姐，我们的少东家。这次从其他地方驻留巴莱，然后再坐自家的船回到下城。托他的福，船上的食物都是从巴莱海运仓库里运上来的欧洲酒和腌肉。他跟那些白人是朋友？那当然了，不然华尔纳先生怎么可能带火枪上船？怎么了？董小姐看上去挺不好惹的，我们都怕她。哎，你可千万别去惹她。你说，如果我控制了她，是不是就相当于间接控制了整艘船？这样查案会不会快很多？你要干什么？劫船？你疯了你！
tail, left side. “如果是瞎子，肯定不会劫船，得想办法利用董小姐的权力，在船上找散播黄昏草的人。” Hey, bro. Maybe you're in the wrong seat. 董小姐，你现在有重大危险，但是我可以帮你。You're Stone. Would you like me to throw him off? With your skills, Mr. Hudson, you may not be able to throw him overboard. Plus, he's a first-class passenger. See about it. 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话吧。董小姐，你一看就属于那种不爱抛头露面、性格特别低调的人。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在这艘船上应该有特别贵重的东西想要运回下城吧？哼，看来我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坐自家的船，并且暗中准备了这么多的人手来保护你。哼，实不相瞒，其实以上不是我的猜测，而是我在岸上的一个小酒馆，正好听到有一群人在谋划着要劫持这些贵重的东西。但是不用担心，因为这些人的模样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然后呢？然后出于我的职业操守和我嫉恶如仇的性格，我决定帮你。董小姐，别走大运了，我可以保护你。好，我来介绍。表面上看我只是一个头等舱的乘客，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巡警。只不过我这次出行有些仓促，所以可能会需要。所以你需要借我的人，还要我给你广开通道，方便你行事，对吗？董小姐果然聪慧。恕我直言，虽然你这次准备了这么多的人手，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不够。你大可以放心，作为一个职业的巡警，是从来不会撒谎的。更何况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万一我说的是真的呢？你现在说的言之凿凿的，那如果你到时候没有找到人，你会怎么解释这件事呢？哼，万一没有找到人的话，那我只能自罚3杯。毕竟这不是我的问题，那只可能是我听明白酒馆。听明白，你就是想利用这个借口让我给你特权，好方便你在船上调查你自己想调查的事情，对吗？董小姐，其实不管你是什么目的，秉着航运中安全优先的原则，我会给你这个特权，但我只给你2天的时间。2天之后船开之前，如果你没有找到这几个人，那么我就要行使我船东的权利，以严重扰乱船上公共治安为由逮捕你，并且送你去下城坐牢。如果你拒捕的话，我会准许我的人当场击毙你。敢不敢答应？10秒钟回答我。我答应。那如果我把那些人都找到了呢？你先找到再说吧。Steve，他会跟着你，帮你疏通关系。你将在这艘船上畅通无阻，做什么都可以。这董小姐怎么感觉有点儿
有点东西。我是董小姐的随读医生，也是南阳第一块枪手。怎么称呼你？巧了，我是南阳第一快刀手。哎，咱们可以切磋切磋呀。就拿。果然够快。So fast, but being too fast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我姓张，我感觉咱们很合，接下来几天应该会。张先生，我先回房间收拾一下。1个小时后，我们在这里会合。我会正式开始计时，在48个小时内，你就必须找到你说的那群匪徒，不然。有点东西。Stephen, Mr. Warner said we cannot let anything and anyone delays Nangan's departure, including that voice-changing witch. Escorting Miss Stone is not a real objective, so don't take words to heart. Understood. Also, that man isn't important. You can let him be from now. But if he tries to interfere with what does anything out of line, you just kill him. "走那条路，这条路太窄了，我不喜欢。我在绑架你，你倒是不见外啊！不用烦心，这些苍蝇已经围着我转很久了。我这人打苍蝇很在行。我在霸龙珠住了10年，哪条路更近我更清楚。况且我的身体也受不了颠簸，包容一下。我来。你的朋友是很不错，可惜有点毛躁。但你不一样，冷静、聪明，不如加入我的麾下，替我办事，离开南部档案馆。张先生身边能人这么多，要我一个摊子做什么呀？连苍蝇都不能打。倒是你，我觉得你遇上了很大的麻烦。我向来是别人的麻烦，敢招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次也是一样。张先生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我已经不是档案馆的人了，我只是不喜欢有人打扰我清静的生活。我那位朋友跟你很像，都很强，但是再强的人，也有可能死在强这件事情上。是要动手了吧？毒草世界和杀你的人有关系，还能有多危险？果然是这样，他们的目标是这。还笑呢？啊！
2、3、4、5、6。跟着他。